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手相学中观看一个人的手相，最先加以判断的应属于生命线了。在第二单元提到了生命线以粗大、深刻、明显为最理想，曲线来得大，所在的金星丘整个面积大的人，表示意欲旺盛，生命力也大，财运更会跟着来。相反的，生命线曲线小，金星丘整个面积狭小的人，个性消极，追求的欲望也较弱，不注重物质上的享受，对金钱的取得愿望也小。不过，如果金星丘面积狭小，由生命线上出现一条上升线，表示这个人有坚强努力的意志，除了得到权力和地位外，财运也可以得到。以下举3个幸运上升线的例子：一、升向食指下方的短线，表示这个人得到权力和财运；二、沿着命运线上升的人，表示命运之神也带来了财运，是十分幸运的象征；三、升向无名指与小指尖下方的线，表示这个人因地位的上升而带来财运。另外必须特别注意的，生命线和智慧线、感情线如果有合在一起的情形，通常感情线是向食指方向上升，前端下降的很少见。如果前端真的下降至智慧线和生命线的接点上，这是个凶相，表示危险和灾难，命运悲伤。被他人所骗和利用也同属于受伤害。生命线下方分出支线，大部分看到的是延伸到月丘的方向，这个支线是表示生活变化引起的刺激，远离故乡生活比较能够获得成功，是远离故乡发财的手相。如果这个支线是由生命线内侧出发，表示这个人纵欲过度，影响了身体健康，或因好胜心较强，与人争夺过分，结果使得财运逃跑，这也是特别要注意的。生命线的形态：一、生命线断裂破碎，是指线往下的动线被中断，缺少线的一部分，留下一个空间。有的看起来像虚线，或是像2条平行线，这代表转变或生命的喘息。如果在休息之后线路继续活动，则表示事情的流程已恢复。如果没有寻找连接到命运线的桥接线，通常是非常微弱的线连接。有很多情况是命运线充当生命线的，以支持新方向的变化。二、生命线走一段，接下来为虚线，底下与命运线连结。而另一种情况是生命线走一段消失了，在线上延伸出一条细的连线，这2种连结都是被命运线这条线接管了。也就是说，生命线的能量转移到命运线，然后成为生命线。如果没有这些连结线，也并不代表那就是生命的尽头。生命线分支：一、生命线短，往下运行的线有一个分支往外连接命运线，这个触及命运线的支线就起了能量转移作用，这表示有特别变化。一生中在那段时间，在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后的重大决定所做的改变，不一定是突发事件，而这个决定大部分是以自己的事业为导向，属于改善财务状况和工作前景或商业前景这方面。二、生命线很多分支，往下运行的线有多个分支，在生命线的顶端第1条分支朝着食指下方前进，穿过智慧线，表示这个人大约在21岁或21岁之后的这段时间完成了重要的研究或文凭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线文指标。往上升的线表示提升正能量，展现雄心壮志的时期，最后可以得到成就。下垂的线虽然不是那么好，需取决于它在哪一侧，如果在内侧，表示这段时间失落和不幸。下垂的线如果和生命线粗细大小一样，就表示身体方面会受到损伤，必须注意。下垂的线指向月丘，跟触及命运线的支线同样的意思，属于改善财务状况和工作前景或商业前景这方面。通常上升的分支，也就是往手指方向的线，代表正面的力量；往下的分支，也就是往手腕线方向的线，代表负面的力量。三、
生命线上出现横线，如果横线在内侧没超出生命线，表示只是一般的担心；如果横线超出生命线，接触到其他的线，则表示更令人担忧。这种担忧可能是一种压力，导致精神上对问题的不安。横线接触到感情线，表示对感情上的担忧，例如双方关系的破裂。横线超出生命线，接触到智慧线，表示担忧财务方面的问题。这个意思与接触到命运线的差不多，也是跟钱有关。跨越生命线的短障碍线显示有阻碍或临时的干扰阻碍，例如失业、找工作、阻碍发展。生命线上有点状，可显示突发的冲击创伤，甚至突发的疾病，但要取决它在哪个位置。4. 下垂的一条分支线通常代表麻烦。如果它有很多行组成，像格子或像羽毛流苏的时候，显示健康有问题了，原因是太疲劳。手上如果有这些符号标记，记得审视自己是不是应该改变生活方式，改善自己的健康问题。5. 包围在拇指下这个区块的生命线纹路清晰深刻，没杂纹和其他符号标记，表示这个人生活非常稳定，他们喜欢规律的生活，会把一切整理得很好。如果生命线其中一个线段上增厚或褪色的区域，皮肤的显示通常是干燥的、苍白的或白色的，这是表示这一段时间有压力、混乱或疾病。要认定是属于情绪还是精神上的问题，则必须看智慧线和感情线是否有关于这些原因的线索了。好朋友，我们大概了解了生命线的一些形态分支和部分符号标记的含义。在下个单元，我们继续探讨其他符号标记在生命线的含义。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。我们下次见。最后，感谢你的观赏，敬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优先通知你。喜欢这部影片，请按喜欢、分享、订阅频道。拜拜。